你们还记得之前让我做的田园推鸡堡吗？好多人都跟我说它回来了，于是我专门去查了一下，好家伙，居然还给做成了限量版的，那我能忍吗？为了我的童年，我这次就要把它做成无限版的。点赞5万，继续下一期。喂妈，帮我去买个田园推鸡堡吧，就是你之前没买到的那个。可以啊，那你等一下啊。买回来呢？哎，对，就是这个，它什么味道？你告诉我一下吧。就是炸鸡排的那个味，有点把韩，有点把胡椒味，脆脆的，你小时候最爱吃的。这次总算吃出来别的味道了，它进步了。根据影像资料来判断，面包的直径大概在10厘米左右，手感也和普通超市的面包完全一致，所以比较省时间的方法就是直接从超市买回来。那我能是省时间的人吗？作为一个武汉人，碱水面才是永远的神，所以我决定把它换成一种口感硬、颜色深和炸鸡更配的碱水面包。和前几期做过的汤种面包比起来，碱水面包要简单很多。我把所有的食材分成了2种货色来处理，干货和水货。干货的部分只要找一个大碗，把面粉和盐倒进去，和弄和弄就好了。因为发面的时间比较短，所以水货的部分我用的是适量的温水、适量的糖，还有巨量的酵母。最后找一台专业的和弄机，开启揉面模式，分批少量的把水货加在干货里。如果揉了2分钟以后，面团还是很干的话，就说明你的面粉比较能喝，得再补一点点黄油，继续和弄3分钟，才会变成理想的面团。再找一个抹了油的大碗，发酵15分钟，让它变成戳一下就弹不起来的样子。最后分成110克左右的剂子，用折叠和拉扯相结合的方式，让它变成光滑的球。按照我的配方，刚好可以做出4个大球和一个小球。减肥的时候吃吧。把它们发酵45分钟，然后扔冰箱里凉快至少1个小时。趁它们冷藏的时候，我又去买了一趟碱水面包的专用烘焙碱，然后我就发现这个东西的有效成分是一种名叫氢氧化钠的化合物。上过化学课的同学，请把危险打在公屏上。反正我是没有专业的手套的，所以还是用食用小苏打来代替好了。烧一大锅开水，把小苏打扔进去和弄和弄，再把冷藏好的面团放进去。如果你的面团没有冷藏过，那么大概率会变成这种花卷的样子。不过一旦操作正确，每面只用各煮10秒钟，它们就能变成外表坚强、内心柔软的样子。刷上一层蛋液，用面包刀切一个10字花口，最后撒上芝麻，放进预热好的220度烤箱烤18分钟，让表面彻底变成棕褐色。如果还想看上去高级一些，就趁热刷上一层黄油。怎么样？比店里卖的好看多了吧？根据我小时候的记忆，还有我妈描述的口感，我觉得这个鸡排肯定是用面粉和打碎的鸡胸肉和弄出来的。又是鸡胸肉。我个人还是稍微喜欢带一点点脂肪的，这样吃起来会多汁一些。把它们切成条，然后用直径小一点的刀片搅成肉泥。面粉的话，我大概试过3种不同的比例，结果就是面粉越多就越接近肯德基的口感。你们都懂的。所以我选择用面粉最少的那种，再加上黑胡椒啊、盐啊、味精啊一类的调味料，和弄和弄。这个调料和记忆里的还是蛮像的。然后我又看了一遍影像资料。这个东西兜里还有菜蛮健康的嘞。我怎么记得小时候的蔬菜是搅碎过的呀？你们原来吃到的蔬菜是这种整粒的呢，还是切碎的呢？总之，这种玉米、青豆、胡萝卜的组合真的特别好买。你随便去一个超市，打开冷冻柜，最便宜的就是它。我知道你们很多人都会嫌弃它，所以用新鲜的来代替也不是不可以，反正做出来的味道也是一样的。而且对于这种需要精确测量的东西，我的建议是把它们分开来上称，最好达到每500克鸡肉搭配每种蔬菜60克的比例。和我一样有强迫症的同学，还可以在盘子上把它们排列得整整齐齐。怎么样，是不是舒服多了？把超过水的蔬菜放凉到室温以后，再和鸡肉一起和弄和弄，最后摁成1.5厘米厚和面包差不多大的肉饼。按照我的配方，应该刚好可以做出4个大肉饼。
和一个小肉饼。为了防止炸的时候散开，我的建议是把它们放在冰箱里冷冻至少5个小时。如果和我一样要上班或者上课的话，也可以先冷冻1整晚，再拿出来解冻半个小时。鸡排的准备完成。超市里的面包糠有2种，普通的面包糠和稍微贵一点的日式面包糠。根据这个汉堡的价格来看吧，它用的肯定是便宜的。把冻好的鸡排裹上蛋液，再轻轻地按压几下，让面包糠裹满它的整个身体，最后扔进160度的油锅，转小火炸3分半钟。你们看这金黄的外壳，听听这清脆的声音，瞅瞅它白嫩的内心。那我先帮你们尝一口啊。我觉得好像失败了，因为这比原版好吃太多了，好吗？那么就请你们先吃吧。面包入口的筋道让我听见了儿时的喧闹，炸鸡表层的酥脆让我闻到了旧时的回味，酱汁的酸甜，蔬菜的软绵，把我瞬间拉回了童年。很多人说这个汉堡没有小时候的味道，其实配方还是相同的，但不同的是你们已经长大了。小时候好吃的东西，现在也许会觉得平平无奇，记忆中常玩的游戏，现在可能遗忘在了硬盘里。考试、毕业、工作，每一次都会比过去的自己更进一步。就像前几次视频下次一定，这一次就会点赞、收藏加转发了呢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大碗拿铁，祝大家端午安康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